煽动仇恨的是谁啊？我们的立委是民意代表，不是中国的人大代表。一个考虑废掉质询权的沈伯洋比较人大，还是在立法院里面要求要增加国会调查权的人比较人大？完全吸收民进党给的任何资讯。你是公民老师吗？张启凯酸他说他身处在封闭的资讯环境，党真的急喽。黑熊启发了青鸟，青鸟会飞出来。很适合去中国教书，很会帮党洗脑。为什么去参加这个活动呢？沈伯洋老师。沈伯洋就是嘎巴一拿起谁啊？国文老师上课教这要干嘛？中文都讲不清楚了。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流，变成是一种叫做洗涤人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有个国中老师，他去参加青鸟活动，事后把他的自制的标语做成了简报在课堂上呢说痛骂黄国昌是民主之贼啊那明显是在校园内来宣扬政治立场，违反了教育基本法。民众党的台中市党部的主委江和树检举了这件事情他说很明显就针对民众党跟国民党来做一个对立身为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你为什么能谈这个？更何况不要忘记民进党当时的政治主张不能入校园，穿背心都不能进去，更何况一个老师大喇喇的在上课用照片举牌的一个讽刺议员直接在市议会里面就质询了这件事，烧到了台中市长卢秀燕。教育一定要行政中立，我自己以身作则，希望全体公务人员、公教警校都要遵守。公然在课堂上说假赛你老师是这样教的你很敢，你很勇。大家通过一个藐视国会的任何人或者是机关团体、政府官员，他一开始版本是这样如果他问你话你不回答，或者你让他不开心，他就要治罪犯。勇士就是他把立委丢下来，我觉得这太夸张了这种行为是太暴力了，谴责暴力。对，沈伯洋翻越蓝营立委人墙，试图冲到主席台上。黄国昌你活成了你曾经最讨厌的样子那黄国昌曾经呢，也是推动国会改革、跟国会痛苦的一个人，他现在完全站在了对立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这些立委。你立委想要扣我罪，怎么可以变成你是主人呢？我要民意代表，我要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真的是太夸张了，这脑袋真的有问题，这完全吸收民进党给的任何资讯你是公民老师吗？中国都是人大代表，然后你说有没有反对的？没有，对，全部都一个话，一个话而已听中国的话这样子那我们的立委是民意代表，不是听中国的人大代表大家都整整齐齐的排在这边都没有暴力这样子好了，这是我啦对不对？为什么去参加这个活动呢？沈伯洋老师，我们认识他吗？原来是黑熊的学生青鸟谁培养出来的？黑熊培养出来的黑熊部队。青鸟地形上下游关系明确对不对？沈伯洋老师啦黑熊启发了青鸟，青鸟挥出去，国文老师上课教这要干嘛？中文都讲不清楚了，学生为什么没有人附和你？你看整个课尬爆，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好笑，之后后面大家越来越觉得不对，为什么大家手机拿出来录，而且是偷录的？在光小可悲，你知道吗？这种可悲，这沈伯洋就是尬巴一拿起谁沈伯洋熊不好有个沈伯洋来讲自己跑去啪掉下来。沈伯洋说他考虑废掉质询权一个考虑废掉质询权的立法委员，请问谁比较人大？沈伯洋比较人大，还是在立法院里面要求要增加国会调查权的人比较人大？研究 A 片可以研究出你的政治立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摔下去之后，沈伯洋的专业有多少？我跟你讲，黑熊学院是有教包扎的被人家说你这个是头发骨折吧？脑震荡不用包头发好吗？大哥，头发骨折真的你自己看怎么讲的？有些人用 VPN 跳去看片，这个很危险。之前的研究知道你看的 A 片形态，可以猜测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那你知道我知道你的立场之后，我就要丢什么资讯，新闻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请问NTR 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这位老师很适合去中国教书，很会帮党洗脑。
反制之徒，台湾留着自己用，本地据说有毒废弃物，亲民暗光鸟，求仁得仁啊，为动牺牲，党会留个好位置给他，党真的急喽。对，塔利班说政党退出校园，结果自己跑进校园洗脑，对吧？党政军退出校园，党跟青鸟进入校园，哎呀，真的是哦，乱七八糟啊，不知道在干什么去了啊！民众党的委员张启凯啊，直接酸他说，哎呀，他身处在封闭的资讯环境啊，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教育基本法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就说基本法第6条立场失衡，只有单方面的资讯，传递了单一政治的观点，忽略了多元的立场，不仅限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与教育基本法要求教育中立性呢背道而驰。教育呢目的应该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观点，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接受灌输。第二，散布错误与不实资讯，课堂上对国会改革描述大量错误偏颇言论，严重误导学生对政府运作的理解。你若不回答，或者你让他不开心，不开心，完全造谣藐视国会罪只有罚钱，好吗？他可以直接造谣说，哎呀，你这会不开心，然后你就是罪犯。第三，使用仇恨性言论。老师在课堂上公然跟学生说，你看我这标语赞吧，现场就有人说黄国昌假赛呀，反映出媒体跟政治共生的现象。其实这已经是长年以来的状况，每一条都违反教育基本法。但我们的教育基本法可以让这个老师直接下课吗？这就是赖清德说的青鸟会飞出来。我必须说，在我们以前的教育现场我们那个年代是有很多老兵去当老师的。对那个年代就是国民政府来台，然后有很多那个我们连听他上课都要听乡音，我们都听不太懂，所以他们里面就会带了很多你们不要支持民进党啊，你们要支持国民党啊，国民党不在的话，台湾就完蛋啦，就会讲这种论述。可是我们所有学生都知道，这个就是尊重他的这个。怎么样？老师没有政治立场骗人的啦。可是呢，关键在于说这个东西你要价值判断，你的价值判断，比如说如果你要讲青鸟活动或什么的话，你要不要让孩子们去观察，然后让他们分享你对青鸟行动的看法？你老师也许最后也可以说，我有趣，我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流。对，你变成是一种叫做洗涤人心。但这就是赖清德要的。接下来可以从政了。赞了，赞！当时在现场，他们是怎么样去花莲王的干儿子黄国昌是伪君子音容愿在，直接诅咒黄国昌去死。你他妈在煽动仇恨的是谁啊？老师在课堂上都可以直接叫人家去假赛，直接散布这种不实的言论，直接造谣了，到处散播仇恨言论这是越夸张不就还好？现在大家都手机，当场逮个人赃俱获，这是越扯了。还好学生们真的是把它当笑话看，网红跑到了天安门去旅游，以了一个中华民国万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跟共给遮起来变成中华民国万岁，把它捧起来，效果有限所以感觉起来青鸟很焦虑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会焦虑到最近就没有什么好事情嘛？那不过你入境人家那边，你还是要尊重对方的法律如果说因为对方的法律，因为你的行为违反了对方的法律的时候，那你所损失的权益，你也不要觉得说很奇怪。